冰天雪地上，一名年仅7岁的男孩为求一口狗接不懈的剩饭，被冻得浑身瑟瑟发抖。快，赶紧把这小妮子给扔出去！然而，当赵府那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之际，传来的却是一声沉闷之响。一具僵硬的尸体被人从门内狠狠扔出，重重砸落在皑皑白雪之上。男孩名叫李观奇，双眼被一条黑色的布条蒙住，黑布露出一双剑眉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微薄，脸颊则是因为消瘦微微凹陷，下颚棱角分明。3年前，李观奇跟随母亲和姐姐逃荒来投靠到远房叔父李大山家中，从此犹如炼狱般的日子便开始了。李大山平日里沾染了嗜酒与好赌的恶习，每次输酒后便将心中的愤恨撒到母子3人身上。最终，姐姐被李大山以仅1贯铜钱的低廉价格贱卖到了赵府做丫鬟。我的孩子啊！又是这群要饭的。庆哥，刚刚可是府中有剩菜剩饭扔了出来。姐，死了也好，活着没顺罪。男孩的心中骤然涌起一抹悲伤，实难想象，他的姐姐竟在离世后，连最后的尊严都无法留存。你姐命不好，带着这点钱赶紧滚吧！下人枉死，主家赔10贯。这钱是我姐姐最后的尊严，你不该拿。我尼玛，你个臭瞎子，就这4贯，还要不要？赶紧滚远点！闻听此言，少年身子虽孱弱瘦小，然而脸上却蓦地浮现出一抹狠厉之色。只见他快步踏上那赵府的阶梯，毫不犹豫地一把抓住男人的手，把该给的给我。卧槽，妈蛋！我尼玛，臭小子，拿着钱赶紧滚！要不是老子看你可怜，4贯都不会给你。推！小庆，嘛呢？还不抓紧给本少爷喂鸟去？园林少爷，小的这就去。刚你干嘛去了？回少爷，府里刚抬走个丫鬟。不就是死了个丫鬟吗？屁大个事儿！赶紧让那死瞎子滚远点！哎，是个苦命娃呀！想不到找了几百年的胚子，竟然是个小瞎子。罢了，这可能就是天意吧。小二，结账。夜幕降临，寒冬腊月，正是北风刺骨之时。一阵阵寒风对于少年来说，就像是一把把尖刀戳向他一般。只见少年一只手里端着一个坛子，上面贴着一张纸，另外一只手里多了几副草药。从始至终，少年的脸上都没有太多的情绪。芬芬，老夫不过是前段时间拆了一座宗门而已，这北凉国护国法师竟然亲自找上门吗？小小原因，见见也好，省得双方都麻烦。北凉城南一处破败不堪的小院中，连大门都关不上。少年站在门口踌躇了许久，最后还是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出家中。关奇回来了，翠微呢？翠微姐死了，赵府赔了10贯铜板，钱我都要回来了，藏好了，给娘治病。我去给娘熬药。狗崽子，你姐的钱呢？你是不是拿钱买药了？病秧子，早知道也一起送去赵府，死了还能多赔点钱。恶人，拿命来！男孩没有一丝难过与愧疚，仿佛刚刚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在替天行道。哎，命数如此，就算我在，也没办法逆天改命啊！你找谁？孩子，你愿意跟我走吗？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爷爷，我们离开这里。能吃饱吗？能，不光能，还能顿顿吃得饱，穿得暖。少年微微的点了点头，随后只在这荒郊野岭之外留下了2座坟墓，立了碑文。也就是这一天，少年跟着名为苏璇的老者离开了北凉城。爷爷花光养老金在郊区给少年买了一座4合院，里面却一间房子都没有，只摆满50个木桶，里面诡异发光的墨绿药水散发着刺鼻的芬芳。少年却趁爷爷抽烟的功夫，随机挑选一个木桶跳了进去，面庞微微泛红，双眸半闭，
长而浓密的睫毛随着身体轻轻颤抖着，嘴唇微微张开，溢出一声若有若无的轻叹。他的嘴角不自觉地上扬，勾勒出一抹浅浅的弧度，似是在回味着那瞬间的极致愉悦。突然眼前却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场景。开启心眼尤为困难，希望这次能成啊！心无挂碍见微尘，一无所知透视心。万法归宗皆入眼，一念不起是真人。哈哈哈！空灵道体呀，开心眼也不过7天，这等天赋堪称绝世妖孽。李冠奇看着四周装修别致的小院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。爷爷看得见了。一出开心眼要少用，用多了会消耗精气神。来来来，过来，爷爷给你准备好的东西。李冠奇没说话，跟在老者身后，紧接着就看到了接近1人高的石柱。爷爷，您该不会让我背这玩意吧？这起码有500多斤重。500斤咋了？你如今都断体巅峰了，从今天开始干啥都必须背着它。李婶儿，今儿这是什么日子？还炖了小母鸡？是关奇啊，还没吃呢吧？正好，这还剩了半盆，来给你拿上。嘿嘿，谢谢李婶儿。李冠奇，你是属狗吗？每次我家做好吃的，你都准点来。原来婉叔长得这么好看。婉叔，你说谁以后能娶了你这个贤妻良母呢？哼，臭流氓！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果然还是老孟他媳妇的手艺最好。才开了心眼多久就这么用？你小子今天多打100遍全装。爷爷，不是吧？我进山一趟，找点东西，过2天回来。明天记得下山给我买酒去。长兴镇，一个只有20几万人口的大镇，少年几经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遍了。村里面只要是喝酒的，几乎都是要靠他去镇子上打酒。终于快到了，这次又快了不少。大伯，这个年糕多少钱？小姑娘1文钱。哇，这么便宜，给我拿3块，不，4块吧。狗三，那个女子少爷我看上了，跟上去。少爷你放心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做你娘的狗梦！我今天就是一头撞死在这里，也绝对不会跟你走。呵呵，小娘子还挺烈。来，兄弟们，带走。我弄死你！救我！求求你们了，救我！突然，少女的视线中出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人。少男站在10丈之外，脸色阴沉至极地看着这一幕。哪来的乞丐，滚蛋！别特娘多管闲事，废了他！好了，我们走吧。等2人离开了没多久，赵元林就带着大批人马来到了这里。杀了我的人还想走？哼，给我追！小瞎子，我好害怕，我以为我要……不怕不怕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们得快点走，估计很快就有人追上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少年心眼疯狂扫视四周的环境。这长兴镇外10余里全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原，根本没有躲藏之地。很快，赵元林等人就追了上来。从现在开始，背对着我数数，数到500，我肯定就回来了。少年转过身去，此时的杀意甚至要比之前更甚。马背上的少年正是8年前赵府的大少爷，那个不把姐姐命当命的赵元林。你是那个瞎子？你竟然还没死！我还以为8年前那场大雪早就把你冻死了。和你姐姐一样，都是贱命货。17、18。哦，我现在很穷，但我有10贯铜钱。今天我也用10贯铜钱买你的命。赵元林慌了，他没想到自己如今几是断体境修士，竟无法和对方相比。杀了他！谁杀了他？我赏100两黄金。
瞎子，你不能杀我，不能杀我！我马上就要测试灵根了，我是要成仙的人，只要你不杀我，我给你很多很多灵石。你这条贱命就只值10贯。御剑飞行，筑基境修士。哈哈，剑种，你杀不了我，下次再见，我一定扒了你的皮。少年深吸一口气，权衡利弊之后，决定还是带着少女就此离去。老卢头，今儿我在最后陪你下一局。要走，老孟还有村西的张老汉，我都知道是谁，可偏偏唯独你，我苦思冥想了8年都没想通。你姓甚名谁？我就是个孤寡老头而已。我不管你是谁，只要我在这，我孙子你就不能动。能不能动，总得试试不是吗？那就现在吧，我怕明天太忙，我来不及。你也是被他喊出来的？这么大的动静，我能不来吗？张启轩，老孟，我劝你看看这局棋。孟江初正是孟晚书的父亲，低头看向棋局，只见棋盘上3颗黑子赫然被诸多白子围在其中，只留了一个缺口。都看了，看了又如何？没看又如何？你是太还请您大人大量，老夫我立马离开大夏域。我也会带着妻女立即离开。等2人都离开后，老者一人坐在树下，就仿佛刚刚什么都没发生一般。玄门狱主张启轩，神宝狱主孟江初，很识时务嘛。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忍着点。爷爷您就来吧，又不是第一次，我能受得住。终于成了，你小子也不怕我害你？爷爷若是想害我，这么多年就不用天天往山里跑给我找灵草了。爷爷，咋了？你是不是准备走了？以后还能再见吗？那得看你修炼的够不够快了。我此番离去，逼不得己，危险重重，我不敢带你一同离去。明日之后，你便可以下山了。这剑冠是我送给你最重要的礼物，切记不可离身，一定保护好。少年看着面前这通体漆黑、刻着无数神秘纹路，十分好奇。剑匣他倒是知道，可剑冠又是什么？这东西足有7尺多高，比他现在还高了一头。这东西分毫不差，刚好500斤。少年眼眶一红，这才明白爷爷的良苦用心。爷爷这是让我喝酒了？明日你便要下山了，不会喝酒怎么能行？爷，我下山之后干嘛呀？你几是断体巅峰了，下一步就是引动天地灵气入体，达到炼气境。你都几经14岁了，正是拜宗之龄，是时候该下山了。天下宗门无数，我该拜入哪个宗门？大夏剑宗。少年身前挂着够吃1年的口粮，身后背起一口300多斤的大石棺，就这么徒步走了3个月，终于来到了3333级石阶前。腿都快跑断了，可算是赶上了。咦，感觉前面有很多人，难道大夏剑宗的拜宗入门也这么卷？这里可不是什么旅游景点，而是大夏剑宗的山门天梯。拜宗要求不借助外物完成攀登。此时的各路修士都看向了前方的天梯，让不少人望而却步。前辈，我想试试。哼，一个背着棺材的瞎子也想登天梯，真是不自量力。咦，这位前辈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？挑完了，不用怕，那只是一个计时的符咒而已。对了，看你身后的东西很重，要不要先把它放下？谢过前辈，小子就先上去。好吧，那你抓紧时间，越早上去越好。这体魄，小年纪就已是断体巅峰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就这样，李观奇一路攀登，超越了一波接一波的修士。突然感受到旁边有人也在急速攀登，不由得疑惑起来。感觉此人境界不高，为何速度这么快？看来我还是太弱。我操，这小子是吃药了吗？怎么这么快？看来还是急速补铁少了。此时的李观奇已经登顶，虽然背着剑冠的布条在肩膀上已勒出2道长长的血痕，也没想过要把剑冠卸下，因为爷爷的话，他已把剑冠看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。好家伙，兄弟，你这体魄是真牛啊！我追了你一路，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，竟碰不到你的衣角。兄弟过誉了，
你也不差。处吧，兄弟，我叫林东。此时的李冠奇愣在原地，他从来没想过有人会想和他交朋友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喻。瞎子李冠奇，哈哈哈，我们走吧，看时间应该也快结束了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天文洞左侧山峰，名为天子山。大夏剑宗内所有对外活动几乎都在那里。右侧最高的山峰名为天剑山，乃是宗门大殿所在之地。你似乎对大夏剑宗很熟悉。是的，我从5岁开始在山下习武，进入大夏剑宗就是我毕生的梦想，当然十分了解。若是能侥幸筑基，御剑飞行，斩妖除恶，好不快哉！幸好还来得及。二位兄弟你们好，在下李僧啊，我偷偷藏了几个鸡腿，师兄弟就一起吃鸡。二位兄弟放心，我清换内裤，绝对没有异味。不用客气，你还是放在裤裆里，自己留着吃。就在三人侃侃而谈的同时，空中飞来2人，男子长相英俊，剑眉星目，女子则是气质清朗，肤若凝脂。好一个人间角色，竟然是天津峰外门大师兄周芷和大师姐江素。时间到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上山的，请进入阵中。胸前灵符燃烧殆尽者，请出列。运气还真是不错，就差一点，天知道我有多辛苦。兄弟，感觉你也不像是缺钱的主，怎么不弄几道转符之类的？哪有那么简单？你们接着看。投机取巧，作弊者出列。我不过是服用了一些有利气血的活血散，我都已经是断体巅峰，凭什么也要剥夺我的资格？你是想让我给你一个解释？没错，我爹早就托关系帮我测试过灵根，我是木火双系真灵根，凭什么我要这群废物比？你觉得自己双系灵根天赋很高，看不上其他人是吗？没错，在场的所有人，有哪一个天赋能跟我比的？哼！投机取巧，蔑视他人之辈，就算天赋再高，我大夏剑宗也不要，爱谁收谁收，赶紧给我滚！此时的罗虎怒火升腾，恰好看到以为资质平平的李冠奇3人。大夏剑宗连一个瞎子都要，这落寞的宗门不来也罢。少年，我能看看你的灵符吗？可以。我用了这么多极速符，竟然还没有他用时短。就算这位小兄弟看不到，人家都比你强，不用废话了，滚吧。原来这拜宗测试看的不仅是实力，最重要的是看人品。果然是一个门风极正的宗门。小兄弟不错哦，继续加油，师姐看好你。多谢师姐夸奖，我会努力的。怎么了，关奇？没什么，就是感觉有人在看我。你看得见？看不见。我是真傻。结束了第一关，李冠奇等人被传送到了天子山参加灵根测试，各峰长老已在此等候。而此时的李冠奇却对那些长老身后的一名老者格外在意。那2位，你们2个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你们2个还要藏到什么时候？在修真界，一生只能夺舍1次，第2次就会身死道消。今日他2人陨落致死，以后便不能再夺舍害人了。不对劲，他们还没死。老匹夫，你竟敢坏我等考试！既然肉身被毁，那就让你们大夏剑宗一扫遗憾。在我面前还想妄图自爆，你们到底有没有把老夫放在眼里？这老头子只言狠话不多，卧虎又养龟，以后入了宗门可千万不能招惹他。在场若还有夺舍之人，速速离去；若继续执迷不悟，定叫你们魂飞魄散。看来没有了，那就开始灵根测试吧。战斗结束后，各路修士纷纷开启测试，大部分都是3系杂灵根，也有个别的修士测试出了双系真灵根，被各族长老收入门中。就在这时，人群中传来阵阵骚动，好小子竟然是稀有的天灵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长老，我叫赵元林。好，日后你就入我天金峰，正式成为我天金峰内门弟子，我也可以收你核心弟子，你意下如何？区区一个天金峰的金丹长老也想收我？以我的资质，只有峰主的亲传弟子才能配得上我。孟林海看到他的表情，已然知道他的选择。而此时的赵元林却看向了远处的李冠奇。长老参加测试的还有一位我的老乡，我想知道他是什么灵根。看来你和他关系不错。不，一个能用自己亲姐姐性命换10贯铜钱之人，我可不熟。只是在下有些好奇，这样的人大夏剑宗也会要？怎么被我说中，恼羞成怒了？臭瞎子，你找死！伴随着赵元林的咒骂声，此时李冠奇在所有拜宗弟子的眼中都成了一个恼怒出手的恶人，谩骂声、诋毁声充斥着整个广场。这人就是心虚了才出手的，能用亲人的性命还钱的人，肯定不是什么好鸟。就是大夏剑宗不是说收弟子首先看品行吗？我看这人就品行低劣之极。如果连这样的人也能进入宗门的话，我等羞于为伍。够了，都给我安静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也疯了吗？那赵元林身为天灵根，一眼会成为核心弟子，你为他出头，就不怕他以后报复吗？若人人都默不作声，看见不公都选择闭上眼睛，那还休闲作甚？而且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。此时的李冠奇听到林东替他说话，很是欣慰，抬手给了他一个手势，让他莫要冲动。村口的狗叫了，其他的狗也跟着叫，但他们却不知道为什么要叫。
人和畜生的最大区别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思想。你要干什么？没错，我是从你赵府拿10贯铜钱，可那是我姐的卖命钱，是她最后的尊严。到时候她去你赵府不过月余，便被活活饿死。就连被扔出门外之时，你们也未曾给她盖上一件破袄。难道在你们的眼中，我们这样的命贱之人就活该被你们欺凌侮辱吗？是又如何？像你这样天生贱命的下子，就该跪下摇尾乞怜。我可是少有的天灵根，像我这种资质，是你终其一生都无法超越的存在。天灵根又如何？像你这种道行逆施，是生命如草芥的畜生，我大夏剑宗绝不容。说我一辈子不可能超越你，我偏要试试，就算命运再不公，我也要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小子，今日就算你是3系杂灵根，我天雷锋也要定。哈哈哈哈哈！废物就是废物，测试杯都炸了，你怕是连3系杂灵根都不配拥有？哈哈哈！你天生就是贱命，贱重！我操！那个，这玩意不知道咋就炸了，不用赔钱吧？若是测试杯炸了，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你的灵根在天灵根之上。难道是万中无一的王品灵根？王品灵根何其稀有，我宗从建宗以来也就仅有一人，不能仅凭10杯被炸而确认。小子，这可是宗门主杯，你再试一下。不好吧？若是再坏了，我可没钱赔。你尽管大胆的试，坏了算老子。好的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会又要炸吧？测试者道上能来，在下李观棋。突然一道无形的冲击波瞬间朝着周围扩散开来，紧接着天地间风云变幻，无数条彩色光华开始围绕大夏剑宗缓缓旋转。李观棋正题灵根控灵根，玄火，玄火，杀力极高，我还能教你炼气，炼丹也成。给老子滚！杀力高还得是我们精细，剑修修习精细，灵力如虎添翼啊！玄水，玄水，我天水峰全是你弟子，道理随便挑。玄徒，玄徒，我收你当关门中的关门弟子，我的月俸都给你。选雷，选雷，刚才我们可是说好了，不管你是什么灵根，都是我的人。这样吵来吵去也不是办法，不如还是老一套。帮主败了，有人跟我们抢人了，圣品灵根的小伙，晚一步就没了。拜见宗主，各位不必多礼，请起。峰主没来，竟把这个老六喊来了，这下煮熟的鸭子要飞了。我叫陆康年，是大夏剑宗38任宗主。你叫什么？回宗主的话，在下李观棋。竟然是他！看到没，老陆这是半路出来截胡的，都已经有了一个王品灵根的武柄了，也不怕贪多嚼不烂。可不是嘛，当时说了要关门，难不成要再开门？呸！臭不要脸的陆八皮，开门关门这么随意，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感受？你们当着我的面还那么大声，是今年的俸禄不想要了？李观棋今天可是你第一次测试灵根。是的，以前每次问我爷爷，他总笑而不语，也不说。那你爷爷叫什么？他叫苏雪。没听说过哪个元婴修士叫这名字啊？无妨，你可知为什么长老们听到你是空灵根这么震惊？晚辈不知，还请宗主解惑。空灵根可任意选择8系灵根中的任意一系作为自己的灵根，并且纯度更高。那灵根的品阶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就在于修炼速度。打个比方，如果说3系杂灵根的修炼速度是1个水桶倒水的话，双系真灵根就是4个水桶，单系天灵根是10个，王品灵根是15个，正品灵根则有20个。那圣品灵根之上还有？有的是神品灵根，据说6域之中，兵器域主的女儿觉醒了兵系灵根。好了，观棋，我们言归正传，你要选择哪一系灵根？那个无耻老六是土属性，只要不选土，我就还有机会。突然，李观棋陷入一片神秘空间，四周有着8个颜色不尽相同的光球，在不断的亲近着他。就在他伸手即将触摸那金色光球的时候，心中出现了一个声音。他转头看向身侧的方向。宗主，我选择雷系。我还以为能再收一名弟子呢，看来从今往后要给天雷锋的资源有所倾斜了。多谢宗主承让，可别忘了奖励哦。弟子李观棋，入天雷锋觉醒圣品雷灵根，赏炼器丹3枚，下品灵石300，宗门贡献点500，天雷锋别院1座。天雷锋其余弟子无需消耗贡献点，可入生灵台3次。多谢宗主钦点。就这样，老者带着李观棋御剑前往天雷锋。真不知道你爷爷是什么人，能教出你这个怪物。身后的东西怕是有200斤吧？回禀长老，有500斤。就当我没问。对了，徐长老，咱们大夏剑宗瞎子呢？你小子虽眼瞎，可心不瞎。李观棋，你放心，大夏剑宗定是一个值得托付性命的宗门。瞎子又如何？瘸子又如何？所谓我心有道，残却能术。好一个我心有道，残缺能术。爷爷，我会在这里努力修炼，等待着变强后与你重合。今日你就先休息一下，明日天雷锋为你准备了入封仪式，到时候你再慢慢了解宗门。多谢长老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小包子。此时的李观棋看向小丫头，6、7岁的模样，长得甚是可爱。
手里还拿着包子。你休想抢我的包子！他怎么知道我饿？李爷爷今天来了个新弟子，你不去看看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不进。确实没什么好看的，虽说是圣品灵根，但却是个瞎子。此时的天雷峰热闹非凡，只因峰内3年都未收弟子，都想目睹一下圣品灵根的妖孽少年。今日入宗，此生便是大夏剑宗弟子。大夏剑宗宗训，手中剑不执弱者，心中剑不畏强敌，平天下不平之事，杀天下该杀之人。若有朝一日因宗训出手遭遇强敌，大夏剑宗必定举全宗之力护以周全。你可愿拜入大夏剑宗，加入天雷峰所属？弟子愿意。这是你的身份玉简，切记一定不要丢失。李兰亭，你要不要收他为弟子？为什么是我？峰主和老徐都可以收的。李南亭以不论剑法功法，雷系原力的运用都是顶尖的存在。大夏剑宗这么多年，就出了这一个好苗子。既然他选择了雷系，那你便是最合适的人选。此时的李南亭沉默了。他本是一个不问世事的人，可自己此生再入元婴的希望渺茫，也想有可以传下衣钵的后人，并且还是圣品灵根，他不由得心动起来。小子，我来当你的师傅，你可愿意？弟子李观奇拜见师傅。好的，既然愿意，那我李南亭今日就收你为我此生唯一的弟子。观奇，我看你气血磅礴，断体的底子非常扎实，是否有家里长辈教导过你？是的，我爷爷从小就给我泡药引，还让我负重修炼，不知不觉就这样。那你身后背的东西也是你爷爷给的，是剑匣吗？是爷爷给的，没错。不过他说这不是剑匣，而是剑冠。以后不论谁再问你，一定要说这东西就是剑匣。这是为何？因为剑冠是封存古宝以上的宝剑用的，而且肯定不止一把，就算元婴以上修士也难有一件。若是被别人知道，定会杀你抢活。师傅，那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吧，要不晚上我连觉都睡不好。不可，你爷爷能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想必定是一位修仙大能。既然让你背着，肯定也有其深意。日后若有人问你，你说这是剑匣便可。好的，那我听师傅的。观奇，你有这么好的天赋和武技，那我觉得你的修仙之路就2个字。哪2个字？争夺2字。争夺？没错，与人争，与地争，与天争，夺灵气，夺气运，夺机缘，长生万载，无喜无悲，一仙一魔。若是不争夺，就反被争夺与夺舍。师傅，弟子现在虽然还不能全夺，但会将这些话铭记于心。好了，今日就早点回去吧。明日蓝长老在天水峰教学，给你们讲述修行的第一课，切莫迟到。好的，师傅。根据口诀，断体境少则3月，慢则1年，就可以达到断体大圆满。这天水印重达500斤，观奇，你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把它举起来。好的，长老。蓝长老，你看是这样吗？你举起来，没让你把它像陀螺一样抡。真不知道这小子吃什么长大的。啊，可以了，放下回去吧。下面就是炼气期，要用心感悟天地灵气引入体内，最后稳固在丹田的位置。不过就算是天灵根，最快也需要1个月，所以要一步一个脚印，刻苦修炼啊！你们快让开，李观奇要突破了。随后一道灵光落下，顿时整个宗门地动山摇，所有的灵气都向李观奇疯狂的涌来。他是再晚一步就找不到这么好的归宿一般，最后被他全部吸收。你小子真不给我面子，我还没讲完你就突破，而且这么多灵气迷也不怕撑死你。长老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他们朝我涌来，我只能勉为其难的吸收了。别说了，我教不了你，再教下去就要道心不稳，一命呜呼了。去找你那死社恐老头吧。不愧是我的徒弟，这么快就突破了。现在的你是不是感觉丹田有些肿胀？吸不动。肿胀没有啊？此时的李南亭眉头紧皱，立马探查起了李观奇的身体，却发现他的丹田异于常人，别人的只有拇指大小，他的确有刚那么大。这小子丹田竟然那么大，怪不得没有肿胀。可这么大的丹田，以后需要的修炼资源绝对是常人的数额。看来我辛辛苦苦传的家底要没。师傅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修炼错了？没修炼错，而且很好，你就使劲的给我吸，往死了吸，吸到吸不动为止。我这师傅靠不靠谱啊？怎么这么简单粗暴？师傅，我这样使劲的吸，你确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因为你的丹田比常人的大，所以多吸点没问题。对了，你现在已是炼气期，可通过神识去感悟这天地，也相当于能看到。此时的李观奇听到能看到，顿时激动无比，连忙打坐，突然发现神识犹如双眼一样，能够真切的看到身边的一切。不是黑白了，我看到了颜色。虽然你身有残缺，但可靠后天的努力去改变这一切，说不定哪天就不用带着绑带，可以用眼睛看世界了。你也需要挑选一门功法了，明日带着令牌去藏书阁挑选，最好是选玄级功法混元天雷功。好的，师傅。就这样，
李冠奇直接上到了藏书阁的3层，看到里面别有洞天的同时，也看到了另一面上。我是天惊峰的叶枫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既然能上到这3层，想必少侠的灵根也在天灵根之上。不错，我是王品灵根，可在你后面出场，让我没有掀起一点风浪。既然碰到，要不要打赌，看谁拿到的功法品阶更高？李冠奇看着天空中不断乱窜的灵光，突然想到师傅所说的争夺2字。下雨天打孩子，闲着也是闲着来呗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以100灵石作为赌注，你先还是我先？你先吧，我怕我一个都抓不到。那我先来，其实也非常简单，主要是看速度。开旋级下品不行，旋级中品不行，这本旋级上品还行，我就不信抓不到你。小样看你往哪跑，我就勉勉强强拿了个旋级上品，接下来看你。哎，看来我这灵石是保不住了。没事，若你输了，我收你1半就行。此时的李冠奇看向那不断移动的黄色光点，正是师傅所说的混元天雷功。那是什么破功法？选旁边红的。是谁在说话？你不配知道，你只要选那个红的就行。好吧，那就信你一回。李兄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不行就选别的吧。丢下剑匣能有什么用？既然你调皮，那我也来真的。打完收工。你身后那剑匣有多重？500斤。500斤。好了，叶兄，我赢了，把灵石拿出来了。啊，明显是我的灵光更盛。什么是你赢了？九转行雷金地级中品弹篇上部，又赌输了。我怎么运气这么差？欢迎下次再来找我打赌。3个月后的第1次的入门考核，你敢不敢再和我打个赌？你就不给自己留点灵石修炼？没事，到时候问我爹要就是了，我还不一定输呢。此时的李冠奇回到住处开始修炼，无数的灵气被他吸收，并转化成自身的元气。刚才在藏书阁的声音是你吧？赶紧给我出来！